站远等他吃完了，收拾了碗筷，才下班回宿舍。江叔都下班了，若是主人家还有事需要用到他们，打通内线电话就行，然后他们就当作是加班，会算加班费。欧阳雅略坐了片刻，才出了主屋，在院子里闲逛。就是在自己家里，她都有很长时间没有悠闲的逛过了。太忙，哪怕是周末，她有时候也要加班加点处理事情。母亲总是唠叨周末假都不能休息，叫她不要将工作带回家里来，担子太重，事情太多，特别急的文件她是会带回家里处理。不过她习惯了繁忙，偶尔周末没什么事，她闲着反而不习惯，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有点无所事事的，还是更喜欢忙碌充实的日子。母亲说她找个男朋友，闲时约约会，谈谈情，说说爱的日子才美满。每次提到她的人生大事，欧阳雅都是听着不说话。接近她的男人，她不敢相信，他们都是带着目的。熟悉的男人，她更不会考虑，因为熟悉了，知道对方的缺点是她无法接受的，顺其自然吧。老天爷不想她单着的，总会给她安排一个适合她的男人给她的。外面冷，欧阳雅逛了10几分钟就回屋里了，怕在外面吹的冷风太多，吹醒了头脑，又会工作到凌晨。战印在 A 市陪着老婆2天，就带着老婆和洋洋回管城。离开风尘山庄之前，洋洋和龙婷2个，你舍不得我，我舍不得你。洋洋差点就说动龙婷收拾衣服跟他一起回管城过年了。龙婷征求穆晴的意见，被他妈拒绝了，龙婷才不舍得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我不能跟你回家过年了，我妈妈说明年暑假咱们再见。暑假假期长，放暑假时我一定会让我妈带我还有弟弟妹妹去管城找你玩的。洋洋记得大人们说小姨在暑假前会生宝宝，便说道：放暑假了，你一定要带上叶瑶还有妍妍去找我玩哦，那个时候我小弟弟也出生了，我小弟弟肯定也会很可爱的，会比你弟弟可爱。龙婷更喜欢妹妹，不过谁要是说他弟弟的不好，他就跟谁急，小伙伴也不行。当即就说道：你小弟弟刚出生，天天都是吃饱就睡，睡醒就哭，哭了又睡，不可爱的。我弟弟到暑假的时候能走会跑了才可爱呢。洋洋坚信地道：不会的，我一丈好看，我小姨也好看，我小姨生的小弟弟也会很好看，好看就可爱。眼看2个小家伙就要因为维护各自弟弟吵起来，海童和穆晴不得已打断他们的话题。再让他们争辩下去，龙婷送给洋洋的礼物，怕是会被要回去，严重影响2小只的说翻就翻的友谊小船。龙婷，有空的时候记得打电话给我哦。知道了，你也是，咱们暑假见，到时候我给准备很多礼物。洋洋开心地嗯了一声，互道再见，洋洋就被他一丈抱起来走了。战印还吐槽他，你们俩应该演上一场18相送的。一丈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洋洋不明白字面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？一丈不解释，就是懒得说，洋洋识趣的没有问下去，心里猜测一丈说的话不是什么好意思的话。大人说话有时候也挺讨厌的，说的那么深奥，让他小孩子听不明白。欺负他小吗？他要多吃点饭，快高长大，等他长成了大人，他就能听懂一丈说的话了。一丈，你不是开你的飞机过来的吗？洋洋问道。战印将他塞上了车，又扭身体贴地扶海童上车。海童笑道：你以为飞机随便开的吗？要申请航线的。接他姨甥俩回家又不着急，哪用得着开私人飞机？那我们就坐车回去吗？你叶叔叔安排了车辆送我们到机场，坐飞机回去快一点，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海童肚子大了，坐5、6个小时的车会很难受。战印就订了机票，坐飞机回去。从风尘山庄去机场不足1个小时，快很多。洋洋开心的道：那就好，我喜欢坐飞机。小姨，我长大后能不能开飞机？
可以啊，你想当飞行员？洋洋其实还不懂，他就是觉得开飞机，在天上到处飞很好玩。他连连点头。战印伸手将他抱起来，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，那样他能挨着海童。先好好读书，以后才有机会当飞行员。洋洋哦了一声，我很认真的读书的了。在穆阿姨家里，我还经常跟着龙婷一起抄要书。一仗，龙婷比我累多了。小家伙忽然深有感触地道，他付出的多，收获的回报也会多。洋洋似懂非懂的，一路上洋洋都在吱吱叉叉的。等上了飞机后，他却被周公勾走，睡了过去。战印抱着他，老婆，你困呢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海童说道，我不困，洋洋今天起得太早，大姨他们今天也回来。战印嗯了一声，交接凤家的事年后再说，现在时间上太赶了。海玲又要回来和陆东明办结婚手续，两个人都没有好好的约过会。虽说早就认识了，相恋后约会的次数少之又少，靠的都是手机联系。坐1个多小时的飞机，感觉特别快。转眼间，飞机会在管城机场降落。战印在回来之前就打电话给奶奶的了。老太太安排了几辆车在机场等着，老九还跟着过来。他昨天才开始放寒假，因为是毕业生了，补了一段时间的课。大嫂看到一行人出来，战燕首先叫了海童一声，满脸都是笑容。老九怎么来了？海童看到这个小叔子也是满脸是笑。老九从初见他就跟他很亲近。战印说他这个小堂弟是最有眼色的人，最会抱大腿了。初见海童这个长嫂就抱紧了海童的大腿。被哥哥们塞了很多卷子的他，唯有向大嫂求助，才能争取到一点放松的时间。否则8个哥哥都给他塞试卷，他天天刷题刷到生不如死。家里长辈又不管，他妈妈呀真的没有管过他，因为有8个哥哥管着，他自己学习压力也很大。很多老师都是教过他8个哥哥的，他稍微考差点，老师们都会拿他和哥哥们比较。战燕压力山大呀，在同学当中他名列前茅，就算是排名，他都是前10名的好成绩，但跟哥哥们以前相比还是差了点儿。他的8个哥哥不论是小学还是初高中都跳过级，而他上到初中后就只能一步一个脚印走着。有一个优秀的哥哥，当弟弟的都倍感压力，更不要说他有8个特别优秀的哥哥了。奶奶说你们今天回来安排司机过来接机，我昨天放假回家的，就跟着过来接机了。战燕看一下大哥后面跟着的保镖，他们负责拉着行李箱，那没他什么事儿了。大嫂，你饿吗？我给你带了点心来，在车上等会上车了就可以吃。奶奶也吩咐厨师要多烧几道你喜欢吃的菜。对了，苏少主带着他未婚妻也来了，奶奶在家里招待他们。战燕和海童很多话说，除了叫了战印一声大哥，捏了下洋洋的脸，就和海童并排着走，边走边说话，亲近得很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亲姐弟呢。战印抱着还没有醒转的洋洋，有点吃味的看着走在前面的爱妻和小弟弟。洋洋刚才被老九捏了一下脸，都没有醒，睡得像头小猪似的。睡了一路，回到家后中午又不会睡的了。有老九陪着他，一大一小2个孩子，怕是能疯上一中午。老九刚放假回家，他要疯玩几天，放松放松紧绷的头脑，大家都默许的。学习重要，但身体健康更重要。现在太多初高中学生因为学习压力大，父母念叨学校高压，让他们承受不住，很多孩子患上了抑郁，甚至有些因为病情严重而跳楼轻生的。战印可不希望自家老九会那样，虽然他们认为老九的承受能力很强大，老九实在卷不动的话，可以送他到国外去。目前来说，老九完全不用担心考不上大学的事，就看他考哪一所大学了。
他也不想太快出国。既然老九不想太早出国，大家也尊重他。老九，帮我抱抱洋洋。大哥抱了他一路，手臂有点酸。战印叫住老九，等老九停下来，他便将洋洋递给老九抱着。老九本能地接抱过洋洋。洋洋睡了多久？上飞机不久就睡着了，现在还没醒，睡得像小猪一样沉。战印抱怨了一句，还捏了一下洋洋的小脸。老九举高洋洋，让洋洋贴靠着他的肩膀，抱着洋洋继续和海童一起边走边说着他学校的趣事。又问海童：大嫂，我侄儿什么时候出生？是不是我高考后他才出生？能不能等我高考后他再出生？我想他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我这个九叔，以后跟我亲。战役忍不住说：弟弟，我宝宝第一眼看到的肯定是我这个当爸爸的，哪里轮得到你这个小叔叔？你前面还有几个哥哥，还有那么多长辈呢。海童生娃当天，老九怕是连挤都挤不到前面去，还想让宝宝第一眼看到他，简直就是做梦。海童扑哧的笑道：什么时候见到还不是一样的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，等宝宝出生后，你有空就抱抱他，逗他玩，感情就有了，不就跟你亲。他已经可以预见他肚里的小宝宝出生后会成为团宠，战家那么多人，只有他生的一个宝宝，个个都会稀罕的不得了。老九可怜兮兮的道：最小的就是什么好处都轮不到我。战役说他等你以后结婚要当爸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出生了，你可以抢在宝宝第一眼看到你，你的侄儿你就别想了。老九说道：我才多大，离结婚生子远得很，至少还要11、12年，时间长的一点话，要14、15年呢。大哥当爸时不就32岁了？战印，你非得向大哥看齐吗？大哥就是我的偶像，我就要向大哥象棋。回去给你送点卷子，我以前刷了不少的卷子，比你多了不知多少倍，你可以跟我象棋的。老九立即叫着：大嫂，你看看我大哥，就见不得我好，我在学校已经很努力了，天天睁开眼就是学习学习，好不容易放了假，大哥还不让我放松放松。你有压力吗？战印说他考大学我没有压力，要是考你们读过的大学，还是有1%的压力的。海童笑道：那就等于没有，你大哥是逗你的，不会真给你送卷子。老公，你别瞎老公了，让老九好好的放松放松，想不想去旅游？离过年还有几天时间，你可以出去玩上几天再回来，约上你的同学们一起去北方看看雪，游游京都。老九说道：不去了，他们都要玩游戏，我就在咱们管城玩上几天就行了，正好带带洋洋，积累一点带娃经验，以后才能哄好你的侄儿。你不是想让你侄儿和你亲近吗？他觉得大哥似乎有点针对他，是吃味吧？因为他和大嫂有说有笑的。海童，不远处传来一声带点疑惑的叫喊声，众人望去，看到了周红林。周红林是来机场接客人的，在海童看向他时，他确定了看到的就是钱小姨子夫妻俩，还有他的儿子洋洋。洋洋被一个毛头小子抱着，仔细看了好一会儿，周红林才记起来，抱着洋洋的是战家的九少爷。以前战印还隐瞒着身份，他的家人过来时，周红林和海玲还没有离婚，他们以海童娘家人的身份和战家的人见过面，战家的几位少爷周红林都见过，就是有好几个他没多大印象。周红林跟客人说了声稍等，便小跑过来，视线先落在儿子小小的身子上。海童，你们今天回来吗？可有叫了车？周红林问道。他又伸手摸了摸洋洋的小脸，眼底一片柔软。洋洋睡着了呀。海童淡淡的答道：奶奶安排了司机过来接我们，不需要叫车。洋洋在飞机上就睡着了，你过来接客人。他看了一眼周红林停在不远处的车辆，有个客人从外地回来过年的，
提前就下单约车。我接的单，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才等到客人。洋洋，洋洋，周红林轻轻地叫喊着儿子。小家伙放寒假后就跟着海童去了君家那边。他本来想接儿子回家住上一段时间，让父母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，结果儿子跟着海童走了。他没有接到儿子，父母总是念叨他，说他不经常去看看洋洋，不接洋洋回家里住一段时间，洋洋都要忘记他这个亲爸。还有亲爷爷奶奶了，海玲和陆东明早晚都会结婚，到时候洋洋就有了新的爸爸，哪里还记得他这个亲爸爸？洋洋睡了那么长时间，也睡够了，被他爸爸叫了几声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到不是姨丈，他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揉了揉眼睛，再看认出是爸爸，他愣愣地叫了一声爸爸，心里想着他不是被姨丈抱着的吗？怎么会看到爸爸的？还是他在做梦？周红林见儿子醒了，立即就从老九怀里抱过了洋洋。老九见兄嫂并没有阻止，才松手，让周红林抱过洋洋。周红林和海玲闹离婚时，他父母抢走了洋洋，带回老家去。战印叫上弟弟们杀过去，帮忙把洋洋抢回来的。老九当时在学校没有参与，但他知道这件事后，对周红林和周家人是一点好感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周家人后来老是打扰纠缠着海玲姐。他们无非是嫉妒海玲姐离开周红林后过得比周红林好，才会纠缠不休，不想让海玲姐好过。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人。爸爸，洋洋又叫了一声。周红林叠声应着，还不时亲吻着儿子的小脸，紧紧地搂抱着洋洋。他从来没有像此刻这般对儿子充满了父爱。洋洋，洋洋，他还不停地叫着洋洋的名字。洋洋玩得开心吗？周红林问着儿子。洋洋点头，玩得很开心。战印等人走到一边去，让父子俩可以短暂地相处一下。洋洋时不时就看向小姨，怕死小姨会把他丢下，不带着他回家。爸爸，你是来接我和小姨的吗？周红林又在儿子的小脸亲了亲，说道：爸爸不知道你们今天回来，爸爸是来接一个客人的。你小姨家里已经安排了人过来接你们，也不用爸爸接。海童是宁愿坐公交车，都不愿意坐他的车吧？洋洋，你妈妈回来了吗？周红林小声问着儿子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洋洋很老实地答道，妈妈说过几天才能回来，她回来过年的。末了，他补上一句，我陆叔叔过去陪我妈妈了。陆叔叔也不等我回来，就先过去了。好在他们快要回来了。陆叔叔说给我买了很多新衣服，还有新玩具。爸爸，陆叔叔和我妈妈要结婚了，我听小姨说的。陆叔叔会成为我的新爸爸，爸爸，我以后就有2个爸爸了。洋洋说着，脸上还露出幸福的笑容，还伸出2根手指，对周红林说，别的小朋友只有1个爸爸，我有2个爸爸。周红林听到陆东明过去陪海玲了，2个人快要结婚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却不能说什么。当初是他最先放开海玲的手，是他先背叛了他们的感情，他们的婚姻，再不是滋味，他也只能祝福海玲和陆东明幸福快乐。就算不想承认，周红林也知道陆东明比自己好太多，不说事业方面，就是对待感情，陆东明都比他专一。周红林在心里叹口气，怨谁？怨他自己不知足，稍有点出息了，就瞧不起发妻，亏妻者百财不入。他这个亏妻者就落得了如今这个下场，再也不是大公司的高管，再也没有年入100万的高薪，连再进公司都不行，没有公司愿意给他一份工作。怕得罪战印，他为了生活只能跑网约车。可以说他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。若是他没有嫌弃海玲，不听父母姐姐的唆使，依旧像以前那样对海玲好，把海童当成亲妹妹来看待，他如今肯定是事业有成，家庭和美，有娇妻爱子的人，儿子也不用叫别人做爸爸。
洋洋喜欢陆叔叔吗？洋洋点头，我喜欢陆叔叔，爸爸。陆叔叔不是坏人，你不要老说陆叔叔是坏人，他不坏。好人坏人，他还是有分辨能力的。海玲刚认识陆东明时，洋洋害怕陆东明。熟悉一点后，他虽然还有点怕，却知道陆东明不是坏人。小孩子的心灵纯净，谁对他是真心好，他知道的。周红林的笑容有点牵强，他说道：你陆叔叔不是坏人，爸爸过去不该在你面前说你陆叔叔的坏话。洋洋，以后跟着陆叔叔生活，你要懂事点，听话，别惹你陆叔叔生气，免得他不喜欢你了。儿子要在继父手底下讨生活了。哪怕陆东明现在对洋洋很好，视若亲生，身为亲爸，周红林还是担心儿子会在陆东明那里失宠，担心儿子惹陆东明不喜欢，更担心有了后爸就有后妈，怕海玲嫁给陆东明后生了二胎，感情天秤倾向了二胎，对洋洋不好。爸爸，陆叔叔不会不喜欢我的，我不会惹陆叔叔生气，我会听话的。洋洋认为陆叔叔不会不喜欢他，他这么可爱，人见人爱，谁见了他不夸他可爱的，会不喜欢他的？周红林用力地搂抱住儿子，好一会儿，他松开了儿子，并将儿子放下的站着。他转而牵着儿子走向海童夫妻俩。若是你陆叔叔不喜欢你了，你妈又没空管你，你就去找你小姨，知道不？海童不会不管洋洋。相较于海玲这个当妈的，周红林反而更相信海童这个当小姨的。海玲以后若是生了陆东明的亲生骨肉，他是真不敢保证海玲不会偏向小的孩子。陆东明有了自己的骨肉，对洋洋还能疼爱如初吗？洋洋点头，陆叔叔不会不喜欢我的，妈妈没空管他，倒是会有。像这几个月，妈妈就没空管他，他是跟着小姨和姨丈生活。周红林默了默后，轻声说道：若是你妈妈和陆叔叔再生一个宝宝，他们就疼他们的孩子了，可能就不会那么喜欢你。不会的，爸爸，不会的，我妈说了，就算他和陆叔叔有了宝宝，他最爱的还是我，小姨也是这样说的。洋洋立即反驳着爸爸的话，爸爸只是说假如，可能又不一定是真的。总之，你记得多亲近你小姨，她不会偏心。海童只是当小姨的，哪个都是他的外甥，他应该能做到一碗水端平。但是海玲和陆东明以后若是再生个孩子，他们说不定就会偏疼他们的孩子，就会忽视了洋洋。洋洋嘟着嘴，爸爸就是那样说的。爸爸不喜欢我妈妈和陆叔叔在一起，总是怀疑陆叔叔是坏人，总是说陆叔叔的坏话。爸爸，我是小，但你不要欺负我小。我知道谁好谁坏的，陆叔叔不是坏人，他不会不喜欢我了。陆叔叔说，他最先就是喜欢我，才慢慢喜欢我妈的，才不是为了讨好我妈才对我好呢。爸爸小心眼。周红林，好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不该和你说那些话，洋洋别生气了哈。爸爸以后不和你说这些了，你只要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是你爸爸。你若是受了委屈，或者不想跟着你妈过了，可以回来找爸爸，爸爸比不得你妈有钱，但爸爸就你一个孩子，砸锅卖铁也会培养你成才的，给你独一无二的疼爱。洋洋说道，我不会讨厌妈妈，也不会讨厌陆叔叔，我会一直跟着妈妈的，我要跟妈妈过。我不喜欢和奶奶住，不喜欢和小宝哥哥他们玩，他们还是喜欢抢我的东西。我不给小宝哥哥，奶奶都是帮着他，还叫我以后有钱了要给小宝哥哥，要帮助小宝哥哥。我的钱为什么要给他？我为什么要帮他？他都欺负我，我现在可不好欺负了。奶奶总是说我和小宝是兄弟，可是小宝哥哥没有把我当弟弟，我懂的。龙庭对我好，把我当兄弟，对我和小宝哥哥对我是不一样的。还有大姑也是，大姑总问我妈妈有多少钱，问我有多少钱，叫我给她一点钱。
周红林听得脸都绿了，他不会怀疑儿子胡说八道，自己的母亲和姐姐是什么货色，他清楚得很。他们是眼看他不肯和佳妮离婚，与海玲复婚无望，他们不甘心，想尽办法占便宜，就瞄准了洋洋。现在的海玲不是以前的海玲了，他们在海玲那里讨不到便宜，就想哄洋洋，在洋洋面前说那些话。洋洋这个年纪，再聪明懂事也还是个小孩子，他或许无法分辨太多的对与错，但他能记住奶奶和大姑说的话，就会复述给大人听。怪不得现在海玲越来越喜欢他们家人去看望洋洋，也不喜欢他的家人去接洋洋过来小住。海童对他们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冷漠，若他不是洋洋的亲爸，他想见洋洋一面都难。说不定海玲姐妹认为是他在洋洋面前说的那些话呢。洋洋，不用听你奶奶和大姑姑的，你的钱就是你的，不用给小宝哥哥。你有本事也是你的本事，干嘛要拉小宝一把？他自己不会努力吗？你大姑姑家里又不穷，老想着占便宜，真是死性不改。爸爸等会儿回去后就好好说说你奶奶，以后爸爸想看你了，爸爸就去看你，不接你回家，免得你奶奶在你面前胡说八道。上次知道了母亲从她这里要钱转给姐姐，姐姐却带着丈夫孩子以及公婆去吃火锅，连父母都没有叫上，因为看到海童去吃火锅，想让海童帮她给钱。海童拒绝了，姐姐就打电话给母亲，向母亲要了钱去支付。姐姐没钱吗？有钱，以前父母的退休金，她给的生活费，父母全都补贴给姐姐一家了。姐姐夫妻俩的收入就存起来，他们估计几百万的存款都有。她以前收入高，不在乎这些，可现在她靠跑滴滴过日子，困难了，她在乎钱了。虽说在她被叶佳妮捅刀子时，姐姐救了她，也受了伤，这让她很感动。可是姐姐也不能老是占她的便宜，坑父母坑弟弟啊，坑她就算了，还想着坑洋洋，这是周红林不能忍的。他上次也冲母亲大发脾气，母亲保证了以后不会再补贴姐姐一家，但是母亲还会和姐姐一起，想培养洋洋将来成为扶歌魔，专门扶表哥。周红林能不气吗？洋洋母子俩有今天，那都是傍着海童嫁入豪门的福气。海童重情，但也有底线的。若是洋洋以后真成了扶歌魔，总是无底线的帮扶着两个表哥，他的小姨还会再拉他一把吗？不会的。海童最讨厌他姐姐一家子了。洋洋，以后你奶奶和你姑姑说的话，你都不要听，不要放在心上，知道吗？洋洋点头，我小姨叫我当他们放屁，不用管他们说什么。是的，就当他们放屁，胡说八道，不用在乎，你只要知道爸爸没有那个意思就行，以后你只见爸爸和爷爷就行，爷爷都少见一点，你爷爷多少也有点偏心他们的。洋洋再次点头。周红林的客人催他了，他只得抱着洋洋走向海童等人，不舍得在儿子的脸上亲了亲后，将儿子递给战印，歉意的道：我好久没有看到洋洋了，和他多说了点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战印接过了洋洋，淡淡的道：你是洋洋的爸爸，只要你想看洋洋，随时都可以过去看他，不过少接洋洋回周家，每次洋洋回了周家再回来都会不开心。周红林笑了笑说道：我天天要出车，没多少时间，不过过年的时候我可能不出车，到时候我去带洋洋出去玩2天。战印嗯了一声，洋洋再见。爸爸再见。洋洋向爸爸挥着小手。周红林转身走回到他的车子前，先是向客人说了对不起，让人家等了那么长时间，然后上了车，很快就开车离去。很快战印夫妻俩带着保镖们也上了前来接他们的车辆。车子开动后，海童摸了摸闷闷不乐的窝在战印怀里的洋洋，小姨，
洋洋伸出双手要海童抱他，海童便把他抱了过来，拥抱着他。洋洋怎么不开心了？你爸爸是不是又对你说了什么？有时候海童都不乐意让外甥去见周红林。周红林嫉妒姐姐和陆东明，总喜欢在洋洋面前说陆东明的坏话。洋洋现在和陆东明感情好的如同亲生父子。周红林说陆东明的不好，洋洋就不开心。小姨，我妈和陆叔叔结婚后，会生个弟弟妹妹给我的吗？洋洋也记得自己跟妈妈说过，想让妈妈给他生个妹妹，因为龙婷有妹妹，君言很可爱，他好喜欢妹妹，就想自己也有一个妹妹。小姨肚里的宝宝是个小弟弟，他就想妈妈给他生个妹妹。海童温声说道：“你想要弟弟妹妹吗？”换作以往，洋洋保证想都不想就会点点头，说自己想要弟弟妹妹的。这一次他有点犹豫了，他问小姨：“我妈要是生了弟弟妹妹，还会喜欢我吗？会不会不疼我了？还有陆叔叔也是，他还会对我好吗？”“会啊，不管你妈有几个孩子，他都会喜欢你，都会疼你。还有你陆叔叔也是，他不会对你不好的。”海童柔声安慰着他：“你要相信你妈妈对你的爱，她不会变的，也不会偏心的。若是真偏心，小姨想你妈妈肯定是偏心你，因为洋洋的爸爸不跟着一起生活，只有妈妈。姐姐若是生二胎，二胎的亲爸是陆东明，二胎宝宝就有爸爸妈妈在身边，比洋洋幸福。以海童对姐姐的了解，姐姐不会偏心二胎，反而会因为生了二胎，会对洋洋更加好，偏疼洋洋多一点。小姨，你以后还会像现在这样疼我吗？你会偏心我的弟弟妹妹吗？”海童用脸贴着他的小脸说道：“不会，小姨会一直疼你的，哪怕你以后有了弟弟妹妹，小姨也会一样疼你。洋洋，我们都会一样疼你的。”周红林那个混蛋，每次见到洋洋，总要在洋洋面前说不好的话，影响孩子的心情，也会让洋洋害怕失去妈妈的疼爱。当着洋洋的面，海童不好骂周红林，却憋了一肚子的火气。以前姐姐还没有离婚，周红林这个当爸的也不见得他有多疼爱洋洋。下班回家了，心情好点就会逗一逗洋洋，心情不好，洋洋想让他抱抱，他都不耐烦，也很少会主动帮忙带洋洋。姐姐在厨房里做饭时，父子俩在大厅里，洋洋想喝水，周红林都不会给儿子倒杯水喝，而是让他的姐姐从厨房里出来喂洋洋喝水。甩手爸爸，现在他姐和陆东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周红林才来表演父子情深，担心洋洋会失宠什么的，还在洋洋面前说那些鬼话，影响洋洋的心情，让洋洋害怕会失去妈妈的疼爱。海童能不气吗？只是当着洋洋的面，他不好骂人而已。小姨，洋洋贴靠在海童的胸膛上，小姨，我最爱你和妈妈了。海童搂抱着他，小姨也最疼爱洋洋的了。爸爸问我，妈妈是不是要和陆叔叔结婚了？爸爸担心妈妈会和陆叔叔生个宝宝，然后就不疼我了。洋洋轻声说着爸爸说过的话。我不相信爸爸说的话，我不相信妈妈会不爱我。陆叔叔不对我好，小姨，我能相信我妈妈和陆叔叔吗？当然能，那是你妈妈，你不相信她相信谁？最疼你的就是你妈妈，你爸爸呀，他的话你听听就好，别往心上去，知道吗？还有以后去你爸爸那边，不管你爷爷奶奶还有你姑姑说什么，你都不用搭理他们，管他们说什么，也不要给他们拿钱，你现在还是个孩子，是消费者，还没有赚钱能力，不必给他们钱。以后你长大成人了，有了收入，若是愿意给你爷爷奶奶一点钱，可以每次给个1000几百块，意思意思一下，孝心就行。他们更偏疼的是他们的外孙。洋洋点头，小姨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喜欢听他们的话，他们总是说我妈的坏话，说陆叔叔的坏话，
又说我妈嫁入豪门也不会幸福的。才不是呢，我妈妈一定会幸福的。对，你妈妈一定会幸福的。妈妈和陆叔叔也不会不爱你的，不用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是见不得你和妈妈过上好日子。洋洋依偎在海童的怀里，软软地道：小姨，我听你的，我相信妈妈，相信陆叔叔。海童低头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。洋洋是个好孩子，回家还需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还想睡吧？再睡会儿吧。洋洋软软地说道：我不想睡了，再睡会儿，回到家后吃了饭，就可以跟你九叔玩了。九叔放寒假了哦，你不是最喜欢和九叔玩的吗？洋洋抬头，九叔没有跟我们坐一辆车吗？没有，九叔坐在后面的那辆车。那我再睡会儿，回到家后就不用睡了，可以和九叔玩。小姨，九叔要写作业的吗？他好多作业的。洋洋还记得老九总是要写作业，作业多得很，比龙婷每天要抄的书还要多。海童笑道：这几天刚放假，让他放松放松，不用写那么多作业，可以好好的和洋洋一起玩。睡吧。他将外甥的小脑袋按靠在他的怀里，温柔地哄着他入睡。洋洋在飞机上睡了一会儿，下飞机后依旧在睡。要不是周红林叫醒他，他还能一直睡的。但是此刻让他睡，他闭上眼睛，好一会儿都睡不着，便又睁开了眼睛，坐正了身子，对海童说道：小姨，我不想睡了。